大熊被绿了，静香竟然哭着跟一个靓仔告别，这靓仔还帮他擦眼泪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小夫在跟小伙伴们炫耀他刚做好的瓶中船。这种作品是需要先将模型拆解，再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在瓶子里拼起来。他还给大家科普了有关海盗的故事。据说海盗升起骷髅旗帜的时候，就是想要征服别人。大家都觉得海盗船是最帅的。胖虎甚至想，他如果出生在那个年代，一定要去当海盗。大家都开始好奇海盗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他们都是很粗鲁的人吗？会不会也有好人呢？静香和大雄都觉得会有那种为了正义而战的海盗，小夫和胖虎却持相反意见。最后胖虎用拳头让大雄倒戈了，这让静香很不开心。多拉美听说了这件事后，决定带静香去大航海时代看看。他拿出道具船舶装瓶机，还有船舶专用雷达高性能世界型。先把这个带有雷达的尖端放入瓶口，设定好时代后按搜索船只，瓶子里就出现了一艘海盗船。再按复制键就能将这艘船复制下来。放大后，他们发现这艘船上有个靓仔，不过他的表情很凝重。在扩大范围，他们发现靓仔正陷入苦战。靓仔在保护身后的孩子，他1对多，渐渐应付不暇。颜值即正义啊！静香立刻提议要去帮助这个靓仔，海盗们步步紧逼，挥剑砍向靓仔。危急时刻，多拉美和静香从天而降，一脚将他们踢飞了，并用空气炮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仓皇而逃。靓仔被这2个妹子的身手折服，上前攀谈。他们没注意到角落有个马仔要偷袭。另一边，大雄很想去跟静香道歉，他问哆啦 A 梦有没有那种寻找正义海盗的道具，然后哆啦 A 梦拿出了跟妹妹一样的道具，真不愧是兄妹，还又进行了跟刚才哆啦美一样的操作，同样找到了这艘绿色的海盗船。大雄定睛一看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像静香呢？哆啦 A 梦刚想感叹这是很神奇，下一秒他就看见了哆啦美举着好几个水桶出现了，难道是他们去海盗时代玩，结果被抓了？哆啦 A 梦还放大看了看，结果他的机器坏掉了，他们只好匆忙赶往静香家去确认一下情况。半路上，他们还遇见了小夫和胖虎。他们来到静香家后，得知哆啦美果然来了这里，但现在他和静香2人都突然不见了。哆啦 A 梦启动哆啦美的道具，再次在这艘海盗船上看见了静香他们，看来确实是被海盗抓住了。为了救伙伴出来，他们立刻乘坐时光机来到大航海时代，开始寻找那艘海盗船。哆啦 A 梦的海盗船开了挂，没打开帆都能跑得飞快，因为这艘船是有引擎的。随后这3个幼稚鬼为了谁来当船长又吵起来了。这时候哆啦 A 梦已经趁机用换装相机换上了船长的服饰，然后他们几个就都换上了海盗的装扮。很快这几个喜欢冒险的家伙就厌倦了风平浪静的蓝色大海，他们怂恿哆啦 A 梦拿出个什么道具来制造点风浪。哆啦 A 梦只好拿出能制造安全暴风雨的道具来。道具使用后，他们的上空瞬间被乌云笼罩，紧接着就下起雨来，船也开始随着风浪晃动起来。不过这个安全的暴风雨是不会让船翻掉的。大雄已经被晃晕船了，小夫吓得只叫妈妈。胖虎还觉得不够过瘾，到现在都没遇见真正的海盗呢。他叫嚣着要海盗出现，这乌鸦嘴真是灵，立马就有大炮开始攻击他们。一艘升起骷髅旗的海盗船真的出现了，船长莫凯一声令下，更多的炸弹向他们打了过去。哆啦 A 梦从容迎敌，他先用缩小灯把炸弹缩小，再用小型威胁炸弹反击。这炸弹只是靠强光和声音来吓唬人而已。船长莫凯看见哆啦 A 梦跟哆啦美长得很像后，心生一计，他下令让手下升起白旗表示投降。莫蒂把哆啦 A 梦他们请到自己的船上美餐了一顿。他听说哆啦 A 梦等人是在找2个女孩子后进行了诚恳的道歉，说是错把他们当成海盗进行宣战了。但可惜的是，他的船上并没有女人。哆啦 A 梦拿出照片询问，马仔一眼认出这2个人是黄色飓风和粉色台风，他们是最近在这附近海域活动频繁的人物。莫凯表示，他们很有可能是被海盗肯内斯给抓住了，据说那是个很可怕的坏海盗。莫凯说他的海盗团已经成立很久了，通过向这个海域的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来维持生计，这样那些船只就会变得很安全。但肯内斯无视海上的规则，随意击沉别人的船，夺取别人的财物，甚至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。大雄他们揭竿而起，势必要找到肯内斯救出静香他们。这些单纯的孩子没有注意到莫凯奸诈的偷笑，另一边静香他们了解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事实。
其实那个靓仔船长就是莫迪口中的肯内斯。这个村庄的人都很感谢他。以前这里是非常穷的岛屿，几乎没有船只会路过，村子里满是感染了传染病的人，就连土地也是十分贫瘠，大家都对生存感到绝望。直到有一天，肯内斯来到了这里，在这之后，他就不断照顾着这个村子，孩子们脸上也多了许多笑容。由此可见，肯内斯是个十足的好人。肯内斯又要远航了，这次他将会协助伙伴的运输船带着药材回来。村民自发前来送信，还叮嘱肯内斯要照顾好自己。静香十分钦佩肯内斯，竟然会为非亲非故的小岛居民做这么多事，而且肯内斯也曾豁出性命救过静香。大雄，你再来晚一点，静香要爱上海盗船长了。随后，他们就在一片欢送声中开始了航行。在这个时代，药材是比金子还要贵重的东西。多拉美担心此行一定会被很多海盗盯上。很快，他们就与莫凯的海盗船相遇了，双方摆足了架势对峙着。大战一触即发，大雄他们还没找到静香和多拉美的身影，对方就已经开始互相轰炸了。紧接着，莫凯的马仔们就开始登陆肯内斯的船，大雄他们也跟着过来了。肯内斯将静香和多拉美护在身后，叮嘱他们不要动，然后自己拔剑冲出去应敌。静香他们看肯内斯渐渐应付不暇，他们冲上去帮忙。另一边，大雄他们想找船长问出静香的下落。就这样，两伙人终于相遇了。但他们还没来得及交流，船的桅杆就砸了下来。大雄他们回去后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静香他们会帮肯内斯呢？莫迪撒谎说静香他们一定是中了肯内斯的催眠术。大雄他们竟然智商集体下线，信了莫迪的鬼话，这下他们更加仇视肯内斯了。更惨的是，他们随后就被莫凯催眠了。静香知道大雄是来找他的，但现在他还不想回去，他想至少要帮肯内斯把药材运到。于是多拉美就去单独见见哥哥他们。这座岛很阴森，跟之前他们待的村子完全不是一个画风。多拉美好不容易找到哥哥他们，却发现他们都被催眠了。哆啦 A 梦眼冒金光就算了，其他3个男生个个也都是火眼金睛。混乱中，他的4次元口袋也掉在了地上。哆啦美好不容易才逃了回来，他告诉静香那边的情况很不妙。他们虽然很担心，但哆啦美现在没有了口袋，也束手无策。第二天，莫凯又出海打劫了。他们盯上了肯内斯保护的运输船，与此同时，肯内斯的船也发现了异动，他下令全速前进去保护同伴的船，还把静香和哆啦美放了下去。这里离陆地不是很远，因为接下来将是一场恶战，他不想再把这2位小可爱卷进去。肯内斯直接将运输船护在后面，开始与莫凯火拼。莫凯指使被催眠的哆啦 A 梦他们当马仔，帮他抢夺宝物。哆啦 A 梦他们一手拿着空气炮，一手拿着剑，战斗力爆表，个个都能以一敌多。话说被催眠就算了，怎么战斗力也提升了这么多？哆啦 A 梦与肯内缠斗在一起，很快他就被哆啦 A 梦等人逼到了船头，无路可退。这时多拉美和静香赶到，多拉美试图想唤醒哥哥，但哆啦 A 梦完全失了智，哆啦美只好来硬的，直接扑了过去。这一下不小心把肯内斯撞下了船，静香把他救了上来。他告诉肯内斯，你是为了保护伙伴的船只，我是为了唤醒我的伙伴，就让我们一起面对暴风雨吧。肯内斯这才知道他们之间是认识的。多拉美多次把哆啦 A 梦按入水中，却还是解除不了催眠。肯内斯叮嘱手下不要伤害到他们。大雄他们都是中了莫凯的催眠，肯内斯以前听说过，只有破坏了莫凯带着的石头才能解除催眠。静香走向大雄，想唤醒他，大雄却挥剑砍了过去。肯内斯快速帮静香挡下这一剑，然而他的肩膀却受伤了。负伤的肯内斯鼓励静香去破坏莫凯的石头，最终静香鼓起勇气飞了过去。他发现莫迪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已经登陆上运输船，并催眠了船上的人，让他们自己跳海。莫凯拿起船上的宝物，准备收入囊中。静香及时赶到，勇敢地用剑指着他。莫凯说，破坏了石头，他的伙伴就永远也不会醒来了。静香不信，肯内斯明明说破坏了石头，他们就能醒过来。莫凯劝他不要相信那种卖航员的话，而要听信他这个石头主人的话。他想悄悄催眠静香，幸好静香的信念很坚定，他选择相信肯内斯。莫凯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催眠失败，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静香就一剑刺碎了石头，大家瞬间都醒了过来。不过哆啦 A 梦刚醒来就被老鼠吓晕了，大雄他们这才得知静香为了唤醒他们，独自去了莫凯的船。莫凯引爆了炸弹，大家没办法及时赶过去。哆啦美赶紧叫醒哥哥，哆啦 A 梦慌慌张张的拿出超强暴风雨道具，顿时海面上风雨交加，火也瞬间灭掉了，大家纷纷赶过去救静香。小伙伴们终于聚在了一起，但运输船的宝物
物和药材已经被莫凯抢走了。肯内斯顶着暴雨全速前进去追赶，他要用自己的船去撞沉莫凯的船，所以他让手下们先走，不能白白牺牲。肯内斯很自责，是自己没有保护好岛民们正在等着的药材，但他的手下们全都不肯走，毕竟肯内斯是他们的船长。眼看2艘船就要撞上了，哆啦 A 梦连忙翻找道具，最后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莫凯的船缩小了。风平浪静之后，他们把药物又变回了原来的大小。小小的莫凯又升起了白旗投降。哆啦美生气了，你拿的是我的百宝袋。肯内斯很想问静香他们是谁，但最后他释然了，能这样在海上相遇，一起并肩作战，然后平淡的分开，这样就够了，事情慢慢解决。到了分别的时候了，夕阳西下，天空下起了小雨。静香泪眼汪汪，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，但肯内斯却给他擦了擦眼泪，然后说告别的话就不用说了。另一边，大雄还在傻傻的等待，他不知道自己差点就被绿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相信有正义的海盗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